脚跟疼穿平底鞋就可以缓解，是真的吗？在生活中，人们都认为平底鞋才是对脚最舒适、最健康的选择，所以一旦出现脚跟疼的症状，就会马上舍弃有跟的鞋子，从而换平底鞋来缓解。对此，网友们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我经常脚跟疼，一旦发作就换平底鞋，我觉得会舒缓不少，这是个很有效的办法。平底鞋对脚部有保护作用。也有网友给出了不同意见，平时穿带跟的鞋，就算走上一天，也没有半点脚后跟疼的感觉。可是只要穿平底鞋，用不上半天就会疼，这是咋回事？足跟疼好几年了，像针扎一样刺到骨头里，但时间长或走路时间长了，脚后跟就难受，穿什么鞋都不行，苦不堪言。网友们对此大不一，各自说出了自己的亲身经历。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？脚跟疼的原因一般又有哪些呢？这个脚后跟疼的原因有很多种，一般我们把它分成2大类。一类呢是这个脚底疼，脚底疼呢其实也有大概10种以上的原因，最常见的是2个，一个叫折筋膜炎，就脚底筋膜炎，主要在早起的时候或者久坐的时候啊，你一站起来的时候它疼痛会比较厉害。另外一个呢就叫脂肪垫炎，是底下呢这有个脂肪垫它萎缩了啊，这种萎缩的脂肪垫呢会让你觉得走路时候像炖了块石头一样，这2个是最常见的。脚后跟疼呢是这个位置，它也是有2种最常见的，有一种呢是这个跟骨啊骨突，就这个骨头凸起磨斜啊，我们一般叫它哈拉畸形，就是一个骨突摩擦的问题。另外一种呢是后面的跟腱啊，跟腱这地方发炎了，跟腱炎，这4种是最常见的。原来脚跟疼只是一种表现，而导致脚跟疼的原因却有很多。那么穿平底鞋到底能不能缓解脚跟疼呢？穿平底鞋呢是不能够矫正足跟痛的。平底鞋我们正常人穿是没问题的，因为我们是3点负重嘛，足跟第1蹠骨头和第5蹠骨头。但是体重偏大的人或者经常出现足跟疼痛的人，我们希望减少对他的负重，所以这个情况下呢，这个平底鞋显然不能满足这个需要。我们需要有一定坡度，把后跟支撑起来，重心前移，这样会减少足跟的负重刺激。因此呢，这种情况下不建议穿平底鞋，应该穿有一定高度的坡跟鞋或者是运动鞋。那么这样形成一个高度的话，就造成整个重心前移，减少了对跟骨的刺激，同时缓解对跟腱和足底腱膜的牵拉，起到一个缓解疼痛作用。没想到对于脚跟疼的人而言，穿有跟的鞋子反而更有利于保护我们的足跟。那么对于很多女性来说，选择高跟鞋是不是既美观又能达到缓解疼痛的作用呢？这个是不对的啊！我们高跟鞋来讲的高度有点过高，正常我们希望这个坡跟鞋的高度呢，大概是1.5到2公分就可以了。另外，专家告诉我们，平时喜欢穿平底鞋的人也不需要舍弃平底鞋，可以外加一个足跟垫，同样可以达到重心前移的效果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治疗脚跟疼痛呢？比如说要是足底筋膜炎的话，其实要是以牵拉锻炼为主的，牵拉小腿和足底的筋膜，这个效果就非常好啊。还有一种呢是脂肪垫萎缩啊，这种情况下呢，一般是穿一个软垫的鞋啊，在鞋底上垫软一点也会好啊。这2种一般都是老化性的病变啊，一般跟体重大、抽烟这有关系啊。如果要说缓解的话，第一戒烟，第2减肥啊，第3做康复锻炼，这个是帮助很大的。然后还有2种呢是脚跟后方的疼痛，如果是这个骨突的话，一般来说你穿鞋时候注意别让鞋帮来摩擦啊，但是没有什么特殊办法可以缓解。如果要是症状比较严重的话，还是建议手术把它切除。如果是底下的跟腱炎，这个一般也是跟体重、过量运动有关啊，是建议大家一个是要减肥啊戒烟，另外一个呢是注意咱们在参加体育活动的时候不要过量啊，尤其是平时不怎么进行体育活动的人啊，注意体育活动之前的热身啊，注意运动的量，注意之后的牵拉，都是很有帮助的。另外呢，出现跟痛症的患者呢，首先我们还要建议患者要多休息啊，避免负重运动。我们不要久站，长时间的站立行走，一般建议呢站或者行走1个小时左右，要休息10分钟左右，因为疼痛实际上身体已经在向你发出无声的抗议了。还有呢，一些活血化瘀的中草药，包括还有一些像理疗啊、保健的方法呀，包括有些医院开展一些冲击波的方法都是可以的。另外呢，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穿这个有一定高度的坡跟鞋。除此之外，专家提示我们，如果您的痛感严重，就要立即去医院找医生就诊，对症下药，以免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。